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之频道，我是老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最近这一两周呢，大家可能看到各大媒体反复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其实呢，再早一点的香港出现了疫情的反复，甚至呢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台湾呢最近也是病例数在增加。那么西方媒体呢就反复来探讨说，究竟中国的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对的？他们认为呢，中国应该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索性就放开，让大家尽情的去感染。这是英国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专家提到的群体免疫。我过去呢是有医学的背景的，今天呢给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的动态清零和西方的群体免疫，究竟哪一个呢可能更合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呢，科学总是分为两个方面，哪一个真正的完全是对的或者完全是错的很难说的。只有历史，也就是过10年、20年、50年以后，回过头来你再来看，你才能真正辨清哪一个政策当时是对的。从我个人的医学背景来讲，我认为呢，群体免疫是在100年前，举个例子说，在那个时候疫苗和医学科学的这个技术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群体免疫可能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新的病毒变种了，那么出现了新的疫情了，这时候呢，医生也没有办法，政府也没有办法，只能让老百姓都去感染。也就是说，医生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这就是说任其自然，就是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疫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完全不在于我们的控制之中。那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医生也省事，政府也省事，你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大家全部都感染，这样呢，你就达到了群体免疫。但是我是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如此发达，医疗如此发达，在疫苗被发明以后，那么我们现在还要提倡这种群体免疫，这个我感觉到似乎有点可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群体免疫是以大量的人员死亡作为代价的。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美国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死亡，就是有100万美国人死于这次新冠疫情。在英国有17万人死于新冠疫情。如果中国按照英国和美国的这种放开的方法的话，中国现在恐怕有200、300甚至400万人死亡。如果中国有那么多人死亡的话，是不是西方媒体，是不是很多人呢反过来又要骂说，那你们中国政府这个做得不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清零政策虽然对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这种生产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过去2年大家可以看，世界靠什么生存？还是靠中国的产品。也就是说，过去2年期间，中国的生产呢是影响相对来讲是最小的。英国全民接种了，现在呢，它的单次接种率达到了91%，2次接种的人员达到86%，3次接种的人员也将近达到了70%。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它的新增病人数还在2万、3万以上。过去1周啊，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就是死于新冠肺炎的，还有300人左右，每天死亡300人，10天3000人，1个月就是1万人。也就是未来按照目前的趋势，每个月就有将近1万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不能看着一个一个人就这样死去。个人认为呢，中国政府现在的动态清零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实际上每个人做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不要听别人在那里吵，然后呢你就赶快改变自己的方法，认准自己的方法，一直坚持走下去。其实中国政府呢
实际上是在打一个时间差。他打什么时间差？与其说西方政府说让大家都去感染，那么感染的身体不好的，那死的就死掉了，这是必要的代价。那么身体好的呢，你就体内的获得了免疫。但是中国政府是在等这个时间，等着这个全民接种的这个率，等着这个病毒的变异逐渐呢让它毒力减弱。在你拖过了这段时间以后，病毒的变异以后呢，它的这个毒力下降以后，即使感染也不会造成人员死亡。另外还有一点呢，拖这个2年3年以后，疫苗呢接种范围越来越广，另外新的疫苗呢也被发明出来了。这时候呢你就争得了时间，在这个时候你再去说我完全放开，那么你就不会存在以死亡病人做一种代价。另外实际上呢，最近我也经常给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们实际上生活都正常的呀。为什么正常？你只要你的这个健康码是绿的，你去看电影，去商店，你去坐飞机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健康码不绿了，那么你就要隔离。实际上它还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隔离，这种隔离方法实际上还是最低限度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当然了，如果一个城市像最近上海发现了群居效应，发现了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病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必须要控制，必须要让大家待在家里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一个人传10个人，甚至传50个人，10个人就传100个人，甚至1000个人，这样发展起来很快的。你怎么知道哪个人还没有打疫苗，对不对？如果他被感染了，他就会死亡。另外呢，我上个礼拜开会，有一个同事呢，他说他给感染了3次。我说为什么你感染了3次呢？他说他感染3次有2大原因，一个他儿子是学生，学生在英国的学校里边是不需要戴口罩的，他就非常容易把病毒带回家，传给他的爸爸妈妈。另外他说他的老婆是老师，那老师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在英国的学校不戴口罩，那么他老师也容易把病毒带回家。所以说即便他天天在家工作，照样增加了感染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目前的政策，它的这种严格的管控，我感觉到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你试想想看，如果中国一开始这个疫情防控就按英国和美国的方法，说只要大家全部感染，感染了以后让大家群体免疫，那么现在是什么结果？简直难以想象，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呢应该按自己的方法向前走。当然每个医生的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应该高瞻远瞩，要考虑的更远，考虑的更广，这样呢才有利于疫情的防控，才有利于保证全国人民的健康。当然未来的几个月要加快疫苗的接种，加快新疫苗的研发，一旦出现新的变种，马上研发更新的疫苗。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它第一批疫苗研制成功以后呢，一直是沿用第一批疫苗。那么在病毒变种以后，第一批疫苗的效果就会明显降低。实际上呢，我是感觉德尔塔病毒一出来，马上研发针对德尔塔病毒的这种疫苗。那奥密克戎一出来，马上研发针对奥密克戎的这种疫苗。这样的话，疫情控制就会更有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国家不愿意再出钱让机器研发这种新的疫苗，而且一直是好像为了节约用钱，在原来老疫苗的情况下，他们在做实验说，哎呀，我们觉得还是有效的，尽管不像原来那么好，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至少能减少重病的发生率或者死亡率降低。实际上呢，凡是国家有能力研发疫苗的，一定要脚步跟上。其实我们在英国每年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要打感冒疫苗的，每年感冒疫苗都要研发新的疫苗。为什么？感冒病毒和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一个性质，就是变异非常快，每年都不一样。你去年研发的疫苗今年是不管用的，或者效果是降低的。有一年呢，我记得我们打疫苗延后了3个月，为什么？因为它一直不确定哪一个这个变异的这个菌株呢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是最流行的这种，所以说最后它延迟了2-3个月以后，我们才拿到疫苗，才打上疫苗。实际上总的来讲呢，你可以看科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呢，
疫苗是非常有效的防治措施之一。实际上呢，政府也好，这个医疗单位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一定要打好这种时间差，这样呢，有效的防控恶性事件的发生，有效的减缓严重病人的病例数，有效的预防死亡率。这个呢，应该是关键。当然，生产呢是要组织的，但是呢，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放开了生产就好了。英国是这样，你只要一感染，你就要在家待2周，现在改成待1周。那么这1周呢，你是没有工作的，对不对？然后你也就没有收入了。那么你要是2周，同样你没有收入。像我一个朋友一下感染了3次，那么就1个半月要待在家里，这1个半月谁付工资呢？对不对？实际上都是有问题的，每一种做法呢都有它的后遗症，哪一种最好，咱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呢就简单给大家聊在这里，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谢谢你的收看。